这10年来，想要学未来学的人真的越来越多。我真的感受到了，在其他的国家，当然慢慢一波一波这样进来，然后现在到了台湾。对于我说有感受的原因是，我10年前跟人家说未来学、未来思考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大家的反应OK， 就是好，很有趣，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那你能不能告诉我的未来之类这样的反应？可是这两年真的就不是这样子了。大家会开始，我可以感受到，在台湾，大家对于未来的惶恐，然后对于未来的不知道你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，就会多问我说：“你到底要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？”等到大家很快的理解的时候，就会说：“我们真的需要这个东西。”它其实反映出来说，大家对于未来越来越不确定。我认为那是好的。我其实，在未来学里面，我们很怕的是，大家都觉得未来是确定的，我们就往那个方向走，然后我们就会怎样怎样怎样。其实，如果是那样子的话，那我们就没什么东西好创造的了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就大家都照着某某人告诉我们的未来，我们就往那个方向去；我们都照着经济会永远成长的未来，我们就往那个方向去。可是事实上，没有。未来学希望你看到的是，未来是我们自己创造的，未来不是 follow 别人的。所以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很坚固的想法，就是我想要一个很确定的未来，我想要知道我现在投资多少下去，我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未来。大家都想要这样子吧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认为那是一个好的状态。对未来学者来讲，没有，那是一个没有创造性的状态，那是一个没有什么大家愿意一起去想不一样的未来。人有的时候在挣扎的时候，你才会有新的东西出来。那我不是说那个很糟糕的那种挣扎，但是在有些空间、有些不确定性的时候，那个才是新的能量可以爆发出来的时候。我真的觉得台湾到了那个时候。